您好，请问这里是江先生家吗？我是庄旭。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知道啦，你们两个一起来的呀？路上正好碰见。西光，你回来了。啊，蓉蓉，这是什么情况啊？我就带了一只鸡一只鸭，够吃吗？你真以为我们是为了你的红烧鸡啊？今天我们去和盛聚餐。那我能不能算有特殊贡献，不用付钱啦？你们两个少给宿舍丢人。今天庄旭请客。庄旭请客？对啊，什么语气啊？我就是有点意外。他拿到了上海华亚银行的 offer， 月薪过万，所以请大家吃饭庆祝一下。华亚银行。恭喜啦，庄旭。那个，以后去上海吃喝玩乐就靠你啦。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哎，庄旭，你还请不请啊？我都要饿死了。盐水鸭、砂锅猪蹄、孜然牛肉。庄旭怎么知道本来我明天才回来的？我们宿舍都知道啊。老大男朋友向群跟庄旭是一个宿舍的，卓慧又在追思亮，蓉蓉跟庄旭又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谁提了一嘴，应该都有可能吧？再加个这个。够了够了，还有西瓜蛋2个硬菜呢。不行，我带了算我的，他请是他的，怎么能少？酸菜鱼。哦。糖醋排骨，鲜榨果汁。要什么果汁？我们这里鲜榨的果汁有橙汁，还有西瓜汁。西瓜汁2扎。下周国展中心那边有大型的招聘会，你们去吗？听说很多上海的企业都来。我肯定要去。我也去。哎，西瓜你呢？西光家条件那么好，上海的企业肯定随便进吧？我没有啊，我回无锡。无锡。对，哎，哪个单位啊？就是我刚刚实习的会计师事务所。家里找的。啊，命好啊！有的时候真羡慕你，什么都被家里安排得好好的，自己都不用操半点心。事务所也挺累的，据说忙的话加班也要到凌晨3点，而且刚进去薪水也不会很高。一共320。别上去了，准备走了。你好，我拿一下我行李箱。好的。那我出去等你们。谢谢。他们人呢？不知道。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
不是，我只是听老员工们那么说，照搬了一下。是吗？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不觉得，而且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在这儿呢，哎。面试官，你也来参加招聘会？啊，我参加激励行动嘛。上次招聘会人还多呢。这次规模更大，我们一群人效率低，分组行动吧。我带着阿珍，我跟思亮一起。那我跟西瓜阿飞一起呗。好，那蓉蓉，你和我跟着他们几个女生，安全一些。哎，我想看看这个，你看吗？你去吧。来，你好。您好，我是江宁大学本科生。应该会非常的适合我曾经在无锡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庄旭，我想投这家，但有点挤不进去。你能不能站在前面帮我开下路？这家公司还不错，可以叫他们一起。我当然是不介意了。不过待会儿如果有他们看中的企业，你可别说要帮我投，这不是给人家增加竞争对手吗？哎，他们人呢？我的简历都投完了，你们呢？我的也是。真厉害。这在走吧，累死了。西瓜呢？我们走散了，就在这里等等他吧。这里。喝水。啊，谢谢，庄旭买的，谢他吧。谢谢。不用。你上哪儿去了？你们上哪儿去了？西瓜，你没投完啊？哎，我还剩3份，后来跟他们俩走散迷路了。这几份简历，你打算怎么办？扔掉？都快散场了，等下次再投吧。我有一个直系师姐，今年负责盛远的招聘，我帮你拿过去。师姐，哎，庄旭，怎么想通了来投奔我们盛远了？不是，想帮一个同学投下简历。哪个同学架子这么大？劳动我们商学院大才子带头。哎呦，还是个女生，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哎，你有目的啊？你工作地方就在我们对面呢，怎么想近一点啊？不是，只是帮同学忙，他没有投完。是吗？哎，你看对面，南京的大公司 ，HR 我熟啊，你手里简历还有剩，我帮你投一下。不用了，目前只想投上海的。还不承认？行了，简历给我吧。林总，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总。我们公司特别重视今年的毕业生招聘，主要城市都有部门经理来坐镇。林总您好。你好。这似乎不是你的简历。是我同学的简历。这是我江宁大学的师弟，商学院高材生，可惜被我们对面的华亚银行给抢走了。
他帮同学带个简历。华亚，的确优秀。不过，求职者本人为什么不来？刚刚人太多，他晚了讲没法自己过来。为什么帮他投生源？因为和华亚离得近。当然不是，因为盛远是一家全方面都顶尖的公司，人人向往。简历我先收了，但是有没有机会面试，最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知道，谢谢师姐。老大，你怎么样？你帮西光全投完了？看到还有几家公司没走，顺便投了。什么公司啊？随便投呢，名字不记得了。谢谢。你刚刚怎么不说你认识盛远招聘的人？难道你需要走后门？走吧走吧，累死了，回去了。庄旭和蓉蓉是不是又闹矛盾了？没有吧？他刚刚是不是故意惹蓉蓉生气啊？是吗？等一下，我的手机不见了。蓉蓉说找你有事儿呢，蓉姐，你好好跟她聊聊。什么事儿？这阵子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通知，可是一直都没有盛远的。我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太甘心。你不是有个师姐在盛远吗？我想让你帮我问问，我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不用你帮我走后门，我就是想知道我欠缺在哪里。怎么把大家喊到这儿集合呀？真要去吃酸菜鱼啊？哎，庄旭你也在？我们家向群呢？西光，你星期一下午有没有接到蓉蓉盛远的面试电话？当然没有啊，到现在还不承认。聂西光，我想不到你居然会这么做。你是在怀疑我接了你的面试电话，但没有告诉你？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接到过你任何面试电话。何必否认？可惜你机关算尽太聪明，要不是庄旭帮我打电话询问他的师姐，恐怕真叫你给瞒天过海。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所以你……蓉蓉，可能真的有什么误会。反正你现在又有面试机会了，算了吧，别闹得大家都不开心。是啊，我感觉这个里面也是出了什么问题啊。事情可以过去，可是你看他，从头到尾有过一点后悔，有过一点歉意吗？我咽不下这口气。叶蓉，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现在这个社会，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要不要试试？
喂，李经理吗？我是聂希光。抱歉，我们是。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redial. 是空号。我还真以为钱能够通神呢，原来是装模作样。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
谢谢师姐告诉我。给庄妃煮了宵夜，你也吃一点。好。要是你爸爸呀，地下有知，看见你这么有出息，也就放心了。今年庄妃也要高考了，等她考完呢，我这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妈，你辛苦了。不辛苦，妈妈呀，很有成就感。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又找到了好工作，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我看呢，就早点和蓉蓉定下来吧。先听我说完。俗话说呢，其大非偶。你跟蓉蓉从小一起长大，如果说啊，她爸爸和长辈还在位置上，妈妈不会说这样高攀的话。这次面试的事儿啊，你买了手机送给蓉蓉，让她不要在学校里多说。妈妈不能说对错。那个女孩子对咱们家有恩，咱们该还这个情。但是你这带着要求的礼物，多少也伤害到蓉蓉。啊，你别说了。进来。老师，我是来取论文指导意见的。老师，那我先走了。哎，你先别急着走，待会儿啊，我详细的跟你说说。我先给这位学生说几句。聂希光是吧？嗯。在我负责的学生里面，你的初稿是交的最晚的，对不起，老师，也是结构水准最差的。你这样肯定不合格，我是不会让你这样的论文参加答辩的。你还是放弃这次答辩吧，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明年再来。老师，误会都解除了，他不会还要落井下石吧？也许他二稿会不错，论文都是修出来的。不用你替我说话。看看你，说你两句就开始闹情绪。现在的学生啊，上课只是学点皮毛，根本就不能融会贯通，怎么能写出好的论文来？一个一个脾气还大。意见我都写在上面了，其他的我也不想再说了，自己照着改。如果二稿再不行，我绝对不会让你参加答辩的。回去吧。老师再见。等等。或许我可以帮你。论文。怎么像我们学校的电话？不会是我老师吧？姐，快接快接。
喂，你好。聂希光，我是庄旭。哦，是你啊？有什么事吗？你看一下电子信箱，我给你发了一封信。谁打来的电话呀？这些是我这几天找的最新发表的资料，对你的论文应该有帮助。老师偏好有国际视野的论据和综述，我找了一些国外的文献翻译了一下，你可以参考。有问题你随时找我。姐。有人给我发了一些写论文的参考资料。啊，这什么活菩萨，简直雪中送炭啊！这个。我回去了啊，你好好写题。这些资料找起来应该很费事吧，而且还要翻译。可是他为什么发这个给我？他这是变相的道歉吗？还是他在带蓉蓉道歉？喂，找哪位？你好，庄旭在吗？哦，找庄旭啊。等等，庄旭，庄旭，你有急事儿吗？没有的话，晚点打过来吧。庄旭睡着了，刚才喊了2声没醒。现在睡觉？是啊，他最近在弄什么资料，熬夜了好几天，昨天好像还通宵了。为了帮蓉蓉道歉，他居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哎，他好像醒了。庄旭，电话。不用。喂。聂旭光。是资料有什么问题吗？城市感觉孤单，不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姐，你的演艺终于来了。哎，张飞，张飞，啊，张哥好。你们该进去了。那走吧。我来送庄飞考试。真巧。不算巧。我本来不打算来的。是吗？昨天你们在哪里吃的午饭？谢谢你们照顾庄飞。今天我请你们。3杯鸡、糖醋排骨、菠萝咕老肉、油焖茄子。鲜榨西瓜汁。4个人吃的话，会不会有点多了？没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蓉蓉的，你一直不回学校，我就擅作主张到这里来找你了。蓉蓉说，
你妈妈做手术在筹钱，我把我攒了很多年的压岁钱借给你。你不用着急还我的，放心吧，阿姨一定会恢复健康的。钟旭，你还我的钱不对，多了5000。丽姐，一共8个菜1个汤，我给你们安排11点45准时上菜。好，谢谢。昨天你送我弟弟回去，不用谢了，汽油钱你已经折算在菜钱里面还回来了。我出去逛逛，等会儿他们烤肉再回来。我送你弟弟，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已经决定不生气了。上次给你找的资料，用得上吗？姐，我姐夫！哇！妹妹，恭喜恭喜！哎，妹妹，我要把你姐累死！啊！哇！怎么样？考得怎么样？我考得可好了，我状态可好了，我。哎，郑飞，要不我们一块儿走吧？现在开车很难的。不了，今天我们要去新街口那边，不顺路。去那里做什么？就是他要请我们吃饭，庆祝我考完了。他没跟你说吗？妈妈也去的。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再见。哎，来了！那我们走后面吧，我们走这儿吧。好，慢点。
下一班，你们先走。别看了，这是末班车。你怎么还在？我站在你后面，你上不去，我当然也上不去。抱歉。你应该说谢谢。你们宿舍其他人呢？不知道。那我先走了。喂，我没能上去，我和聂希光在一起。好。你舍友打来的？蓉蓉呢？那你这样说不好吧？哪里不好？他说什么？他们已经上公交车了，叫我们打车。那就打车吧。我没带钱，只有小凤给我的坐公交车的硬币。你有吗？我也没有。那怎么办？走路。你没有参考我给你找的资料。哦，那样总归不好。哪里不好？毕竟是你找的资料。我找的，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跟我的论文思路不符。是吗？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会是因为什么呢？难道要我说，因为这些资料你是为了蓉蓉才找的吗？你先走吧，我走不动了。你不用等我。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出来？只顾漂亮，一点都不。我没想到今天要走路啊，而且这就是普通的鞋子。今年流行啊，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有一双差不多的。蓉蓉今天穿的也是这种细跟。是吗？我没注意。庄旭，
你是不是很看不惯我？觉得我整天不努力，又懒散，还娇生惯养？是的。其实小时候，爸爸妈妈忙的时候，我也被扔在乡下奶奶家好久的，照样过得很好。我可能的确是懒散了一些，但是这就是我的天性。这样并没什么不好吧？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什么大目标吗？自己过得开心又不妨碍别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有一个测试，问你如果吃葡萄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应该就是那种先吃大葡萄的人吧。如果先把小葡萄吃掉，说不定就没有胃口吃大葡萄了呢。如果从来没有大葡萄呢？不，有过的，只是唯一的那颗大葡萄被我气跑了。被他气跑了，是容易吗？他会再跑回来的。真的吗？他这样，好像我的回答很重要似的。可是我又不是蓉蓉。真的。庄旭，怎么？没什么，随便叫叫。真的随便叫叫。再走几步路，好像有卖鞋子的地方。你换一双鞋子。这么晚还有人摆摊？就算有人摆摊，也买不了啊。我没带钱，你不是也没带吗？我就这么走吧，不是鞋子的关系。往那边走了。再见。我送你到楼下。不用。也许不是为了送我，难道蓉蓉在宿舍楼下等他？
庄旭，你还是头发短点，穿白色更好看。还有呢？没有了。熟悉的吵闹，并肩走的路还会有多少？你我都装作不知道，珍惜我上去了，哪怕一秒。微笑像糖衣，过什么烦恼？柔软的流星为平常不知晓，太懵懂的承诺淹没在飞机的呼啸。庄旭，或许某天你也会回到这里，想起某个我们曾一起的场景。我也许藏在熙攘人群，路过你的背影。你要再见了，庄旭。知道你会一直在某个地方就好了。然后，从此以后，不喜欢你。海阔天空。宋总好，请。一会儿我们见的是盛远集团副总裁盛仲凯，还有其他一些中高层。我带你在他面前露个脸，以后打交道会方便很多。盛总，好久没见了，盛远也有大动作，恭喜恭喜！确实好久没见，正想你呢。坐。前段时间汇发银行的艾瑞过来，还特意跟我提起你，说是宋总你一手带他入的行。他挺努力的，几年前汇发要搞 to B 业务，硬从我这儿把人要过去。当时我还劝过他，汇发连 to C 的房产按揭业务都一直没搞明白，B 端的开发贷款配套服务呢更是一塌糊涂。不过他还是很优秀，过去这么短时间，他能够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毕竟业务班底太新，没什么经验。年轻人做事还是很有冲劲儿的。我看了他们团队策划的方案，考虑的很周全，而且利率很有竞争力。那是盛总还没有见过我们团队给盛远所提供的方案。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低利率，在整个行业中有目共睹。宋总带的人一个比一个出色啊！江宁大学优秀毕业生庄旭，我们部门最有潜力的新人，以后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还好我们今天也有大帅哥在，要不然都要被你们华亚给比下去了。这是我们投资拓展部的林宇森，林总，宋总还没见过吧？的确第一次见了，一表人才。一直觉得庄经理面善，刚想起来，原来是半年前我们去南京招聘，在招聘展会上见过一面。还有这事，庄旭，你还给盛远投过简历？不是，庄经理当时是帮其他同学投简历，不知道那位同学最后有没有来盛远。他出国留学了，那真是遗憾。庄旭，你过来一下。宋总，盛远前些年投了一家光伏企业在苏州，叫苏州双远。你跟他们联系一下，去做一下贷前调查。好，我马上联系。哎，等一下，不要耽误其他工作，速去速回。
好，谢谢吴总。我对双远的财务状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汇报会上会着重强调双远的偿付能力。麻烦庄经理了，眼下市场艰难，但其实我们的经营状况还算可以的，又背靠2家大企业，国家出了很多利好行业的政策，只要挺过这一阵子，市场回暖后潜力巨大。庄经理饿了吧？我先带你去我们小食堂吃饭，下午我们再去看看厂区。抱歉啊，去厂区这次可能来不及了，我得走了，下午还得赶回上海参加一个小组会议。这样啊。加班不用这么积极吧？晚上去喝酒？你去吧，我报告还没写完。别太拼啊！光伏产业调研报告，盛远苏州那个子公司的贷款，这个案子好像没什么加班的必要吧？虽然让你跑了趟现场，但是我听说老板那边没什么放贷意愿了。小道消息，盛远的态度也很模糊。虽然派了一个新的副总经理过去，其实形同放逐。据说那个副总是老盛总的外孙，之前是盛远头拓部的经理，长得很帅，可惜姓林不姓盛。原来是他，他去苏州庄园了。怎么，你认识？之前宋总带我去盛远拜会时见过。你怎么小道消息这么灵通？我社交小王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按理说，你对盛远应该比我了解。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同学在盛远？上次来找你吃饭那个。我说你写报告怎么这么上心呢？不会是因为他的关系吧？我这么上心是因为老板发我工资。什么情况？难道是你那个美女同学找你啊？不是，她找你你就立刻关电脑？你太重色轻友了吧？我只是去拿点东西，马上回来。欢迎光临。来得这么快，还以为要等你好久。我妈托你帮忙，不好让你久等。你昨天回南京了？是啊。怎么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老板突然通知明天团建，你知道，我老板是盛远第3代长孙，留学回来的，各种时髦念头多得很，忙死我们底下人了。
所以我吃过饭就赶紧回来，下了火车直奔你这儿。阿姨给你带的东西。要拿快递好了，这么麻烦你？干嘛这么客气？从小到大，我们互相帮忙带的东西还少吗？也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缘分，居然到工作了，还跟你这么近。谢谢。请你喝咖啡。好啊。我要一杯拿铁，再有一份你们这儿最有名的草莓拿破仑。他们家呀，最出名的就是草莓拿破仑了。嗯。抱歉，今天草莓拿破仑已经没有了。前一波客人打包走了剩余所有的草莓拿破仑。香草的呢？那就芒果千层。没事，谢谢。好，请稍等。其实这次找你，还有件事要跟你打听。什么？你最近跟卓辉联系多吗？还好。其实也是思亮托我的，他觉得卓辉最近对他的态度有变化，不那么上心了，就想问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他上周找过我喝酒，没提到思亮。哦，当时也没提到别人。思亮一直没答应和他在一起，他有一些感情上的变化，很正常。这倒也是。尤其我们现在出了校园，面对的诱惑太多了，思亮应该早些做决定的。你呢？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只想尽快赚钱，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他暂时不考虑。请慢用。可惜了，没吃上拿破仑。什么人啊，居然全都打包带走。哪里呀哪里，这都仰仗了您的帮助呀！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日后我们兄弟多聚聚。好，那你先忙。庄旭，你这份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怎么？那天我态度还不够明显吗？光伏行业不景气，宋总您态度谨慎是符合市场的。那你的报告里面为什么要写政府扶持补贴政策逐步明朗，新能源产业前景远大等这么多利好？我也提了美国的双反和欧盟的跟风排挤，利空利好都是客观存在的因素。宋总您特地安排我跑一趟苏州看实地，我自然要写一份客观详尽的报告，方便您做出判断。我没有考虑太多。就是按照您的指示完成工作。那之后你又去了上海光伏厂调研。是。那天在苏州时间不够，没来得及去厂区实地勘察，所以去上海本地的光伏企业看了一下。年纪轻轻肯下功夫不敷衍，做得好。周旭，你入职多久了？半年。周旭，你的运气不错。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我也需要。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一起到投行部去闯闯。天哪，哥，你真的要去投行部了？我听说那薪水可是现在部的好几倍呢。那差不差？那是因为那份光伏调研报告吗？那也有我的功劳，我的专业。虽然我才大一，还有以前无数份报告，当然这次你帮我找了很多资料，既手工。那他带你去投行部，是因为你老老实实写报告，不像其他人那样去揣摩他的意思？老板态度虽然随意，但再随意也是老板的要求。我明白了。这件事还没彻底定下，先别告诉妈妈。妈妈和蓉蓉姐都不能说吗？你和叶蓉联系很频繁，偶尔会联系一下。之前她还寄了生日礼物给我呢，她没跟你说吗？没有。哥，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这么开心的事情就只能跟我分享，也太寂寞了。难道你……别乱猜。哥，我觉得你好像变了点。是吗？晚了，应该早点给。啊？你说什么？我说晚了。该回家了。综合而言，双反政策下的日芒能源性价比极高。如果我们有意布局新能源赛道，这会是很好的入局点。还有不同意见吗？Chris 说的很对，日芒能源确实性价比很高，只是前不久，日芒能源为其海外子公司 HTCL 向他行做了一笔高达2亿美元的担保。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针对这一点，风险组早就有了反馈。日芒能源确实为 HTCL 公司提供了巨额担保，但 HTCL 公司是日芒能源和海外基金迪文太阳能基金的合资子公司。就在日芒能源的境内担保发生后不久，迪文就为这笔担保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反担保，有效对冲了日芒能源的风险。所以我认为，投资日芒能源风险可控，收益可观。辛苦Chris。其他同事还需要有补充的吗？那好，我们散会。这是您前天开会时提到的，近2年竟对投行设立的行业分析报告。此外，我还整理了5年内其他。张雪，刚才会上提到的那个日芒能源公司投资案，你怎么看？尽管双反政策对光伏行业的打击空前，但新能源仍是个好赛道，一定存在好的机会。我当然相信，公司风险管理组的行业资料一定非常全面，但涉及跨境担保，还是建议要更加慎重地核查细节。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喂，三千，是吗？2号的婚礼，恭喜你啊！当年宿舍里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忘吧？你不会忙到没时间了吧？当然没忘，一定有时间。
资料追到手，那多好啊！大家都是熟人。我还不努力吗？可能就是看不上我吧。别说我了，祝你跟张真早日结婚。结婚，把阿珍娶回家。娶回家。庄旭，你来当我伴郎啊？哎，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庄旭啊，就连伴郎都要挑最帅的。好，反正我肯定最晚结婚，可以给你们所有人当伴郎。怎么可能？你什么行性？想结婚不是分分钟吗？我现在拿什么和他在一起？西瓜，老大，小凤，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你也西瓜，你给我说清楚，你不是说要蹲在苏州加班，以后出不来吗？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刚才都没认出来。聂西光，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我7月份换号码，打你电话都没打通。我是在苏州工作，7月我在国外没有开国际漫游，所以接不到电话。还有，你们怎么都说我去留学了？我是去游学，不是留学。其实就是出去玩了2个月。游学？是啊，陪江瑞去的。不是留学。不是啊。西光，今天老大布置婚礼会场，你怎么不来呢？其实你真的应该来学习一下，可以学到不少经验呢。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怎么安排就有数了。而且，布置婚礼现场很有意思的。我这个人一向最懒了，你们也是知道的。对了，西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哦。月荣，西光。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怎么了？碰到了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你的同学，跟我来。西瓜，还不介绍一下？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个外号，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好，我是林宇森。你好，你好，我们是西瓜的大学同学。猜到了，西光跟我提起过你们。庄经理，又见面了。林总，你们认识啊？之前我在生远任职，会上见过。还说什么加班不能来帮忙，原来是陪男朋友啊！重色轻友，你早说嘛，我还能强迫你来啊？别怪他，西光本来要加班的，不过我的好友今天结婚，一定要见见他，我才把他拉出来的。哎呦，好了好了，我又不是真怪他。你不是去开车了吗？怎么没有看见车呀？被别的车堵住了，交警一时找不到车主，怕你等急，我就先过来。开不出来啦。再等一下，应该不会耽误回苏州。啊？你们今天还要回苏州啊？那你明天还要过来，不累吗？有什么累的呀？反正都是男朋友开车。西光，你真是太厉害了，毕业半年就找了这么个大帅哥男朋友。就是，你还瞒着我。老实交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给追的谁？庄旭，你去哪里？我去打车。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这里不能打吗？你可以在这里打。啊，我听到了什么？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不会住在上海了吧？住哪里啊？林先生在上海肯定有房子的。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早上去接他很方便。啊，这样啊。你怎么也过来了？你不用陪着老大他们去那边敬酒吗？我看他们亲戚挺能喝的，大概用不上庄旭了吧？而且，庄旭的酒量好像也不太好吧？他现在比大学时候厉害多了，金融行业锻炼人啊。对了，昨天这小子才告诉我，他居然从华亚的信贷部转到投行部了。真的假的？华亚的普通部门已经很难进了，更不要提投行部了。庄旭，你也太厉害了。是啊，才毕业半年，你这跨越速度也太快了吧？运气比较好。你口风太紧了，这么大的好消息也不说。蓉蓉，你也不告诉我，太低调了。说运气就太谦虚了，你专业厉害又拼命，早晚会出头。哎，投行部薪资起码翻倍吧？听说年终奖就6位数，按你这速度，几年内年薪100万也不稀奇。这算什么？
谢谢大家赏脸。来了，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敬了。哎，你那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哎，大家一起敬了嘛。新婚快乐！行，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抱歉。哦，没事。没事吧，西瓜？没事，没事。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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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刚刚酒杯没拿稳，我自罚3杯。You are the song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只能安静等待，等晨曦会不回来。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正在安静等待，我去个洗手间。等晨曦会不回来。去吧。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还是原来的。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不用了。也是，还没恭喜你，门当户对。你也是，恭喜。聂旭光，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昨天叶荣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死不认错。不过既然他道歉了，我想起来，我还欠他一个答案。那时候他问我：“你难道不喜欢庄薛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他：不喜欢了。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不用告诉叶荣，但是我放心了。真可笑，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直接。
说变就变。承诺？你在说我？我们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了？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有人喜欢我，对我好，我会动心，会变心，这有什么稀奇？你说的对，又不是铁石心肠，会变心有什么稀奇？谁没变过？叶旭光，谢谢你让我迷途知返。今天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载你一程，方便顺路。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回头见。庄旭，你站住！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像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换到华亚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吗？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无关？为什么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到的责任。你是在怨我？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柔，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
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考虑得很周到，比我更成熟。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希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你一直扯他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希光没关系。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你要问庄旭？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希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他又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你在胡说些什么？叶柔，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我们不妨各奔前程。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希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那就好。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谢师姐。聂希光，是聂希光。师姐说得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希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他为什么不会？事实就在眼前，庄旭，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也许通知的人
漏掉了你的电话。庄旭，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希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恶的怀疑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希光当众对质。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听谁说的？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知道了。哥，你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过问。江瑞娜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为什么那么说？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儿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亮着灯也昏黄。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冬天不想取暖，夏天任它流汗，城市感觉匆忙。HTCL 海利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暴雷，2亿美元贷款偿还无望。
据悉 ，HTCL 于超亿的项目贷款逾期未还，相关银行要求担保人日茂能源履行连带偿还义务，并检视了迪文太阳能基金与日茂能源之间反担保有关的原始文件，发现其相关方提供给日茂能源的原始文件可能存在伪造的情况，用于反担保的海外债券可能不存在，日茂能源存在极高暴雷风险。新闻里的主角差点就是我们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较圆。事实证明，这些年一直深受国际主流言论吹捧的所谓洋人社会的诚信体系，不过如此。未来我们在风险控制方面需要分外谨慎，尤其在涉及海外主体时，要格外小心。我们投行部对评估这个项目是过于乐观了，幸好有小庄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像这样规模的暴雷，可不是内部1、2次检讨就能够轻松度过的。小庄，这次我们投行部能够逃过此劫，你要记头功。谢司总的肯定，这是我们投行部和风控组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庄，你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行业不再具有普适性机会，只剩下结构性机会？嗯。我看之前主投的几家头部机构，的确都提前开始做退出准备了。庄旭，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日茂能源那个项目的确是我轻率了。我看过你主导的投研报告，你的真相意见本质上并没有错。况且，我是你的同事，我们都是华亚投行部的战友，你不需要向我道歉。最主要是，以后我也会出错，除了老板，我可不想和每个人都道歉。不用道歉，那我向你道谢吧。谢谢你，让我免于无数场检讨会。虽然我也觉得不必，但是好吧，我接受。既然这样，有空的话，下班之后我请大家吃饭，也算是庆祝我们逃过一劫。好呀好呀，凯文跟嘉靖肯定有空。庄，你也别加班了，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喝喝酒。免费的酒，当然没问题了。说起来，这好像是咱们小团体第一次私下聚餐吧？来，让咱们为了首次团建，干杯！干杯！干杯！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敬庄一杯。说真的，庄，要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年终奖恐怕都要泡汤了。还年终奖，搞不好我们都要被打3重组。的确得敬庄一个。你们太夸张，而且最终决策的是宋总。那今天老板又不在。就是，下班时间咱不提老板。无论如何，谢谢你，庄。来。话说重组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毕竟我们组有全上海金融圈最美的姐和最帅的哥呀。那个最帅的哥一定是说我啊，但是最美的姐是谁啊？凯文，好好说说。算了，我自己喝一杯，不行了。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喝酒。凯文，你是不是兼职这里的酒水销售？的确像，是带着任务来的。我好像对你有很多误解，你居然那么幽默。我觉得我们今天才算是真正认识。是吗？嗯。Glad to meet you, Chris. Justin 刚刚认了最帅，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啊？嗯。
对对，太不要脸了，得2杯啊。行。每次开会的时候自己做好统计，让他处理好，然后到了上台一盘茶，啥也不知道。喂，还没，大概10点回去。你先睡吧。嗯。不得了了，这大新闻，华亚头号帅哥名草有主了。对呀，语气这么温柔，还报备行程。哪来的主？是我弟弟，他放寒假从南京过来找我。哇！诗集，我哥还看这个。哥，你回来了。哎呦，好大的酒味儿啊！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没醉。你以后还是少喝点吧。不能退。我去给你倒杯温水。幸亏我来了，我要是没来，你要是喝多了，是不是就在沙发上睡了？啊，你喝点水，早点洗漱睡觉吧。庄飞，你说，如果当初他和我一起来上海，他会不会因为担心我喝醉酒晚回家，急着催我回去？像你一样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外面在干什么？几点回家？你在说什么？萌姐不是也在上海？哥，你过年有什么计划？没什么计划，回家过年吧。哦，你明天回去陪妈吧，我28回去。哦。怎么了？哥，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有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我也想去试试。可以。最近妈妈身体好多了，我们也出去走走。不过长白山有一点……妈妈一直怕热，一热就胸闷，都不怎么怕冷的。妈妈以前还说想去北方看雪呢，你忘了？就是南京太少下大雪了。那我回头问问妈妈的意见。行，
吃饭了。庄、佳琪，你们呢？要不一起吧，大家一起玩多热闹。我没问题，我家里有我哥哥替我尽孝。我去不了，已经答应弟弟要带他和妈妈一起去长白山过年了，而且我也没泰国和日本的签证。长白山，听上去也不错哎。对呀，听说长白山有几家雪场做得很不错，不比法国、瑞士差。我也早想去试试了，要不我们就去长白山吧。说真的，日本我都去腻了。好，我赞成啊。哎，庄，你订的哪天的机票？我们方便一起吗？不会给你添麻烦吧？不会，大家一起更热闹。我订的年初2的机票，从南京出发的，下午1点就到。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赶紧把机酒都订一订。酒店就订庄同一家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房间，看一下。什么事情聊那么开心？我们在聊过年的时候一块去长白山滑雪度假呢。长白山好啊，10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去过的，你们可要注意安全啊。租的衣服都差不多，你们没带的还是到店里买一套吧。我自己是带了全套装备的。我也带了，不过想换换款式。你们给我点意见啊，我跟庄都是新手，不会选。庄哥，庄，碰到熟人了。对，是我以前家教的学生。你也来滑雪？是来度假的。我们公司团建。啊，好巧。那我们也试试。这边请。这件还不错。庄。哦。你打算学单板还是双板？我推荐你单板，男生玩这个特别帅。可以试试。对，先试试，可以不用着急买板子和鞋，买一下面罩啊、衣服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挺好看的。庄哥，我们先走了。好，回头见。慢走，欢迎下次光临。看你喜欢哪一个？它这里也不一样，是吧？哎呀，不行，这手机拍不到后面的景，放不下都。哎，庄旭，那不是你家教学生的姐姐吗？要不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合照？应该不太方便。你是不是跟人家也不太熟？我去说吧，都是女生，好说话。嗨，我是庄的同事，今天下午在店里我们见过的。我们想要合张照，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拍几张？哦，好。来，谢谢。来。不好意思，太冷了，我刚刚没拍好，再拍一张吧。再来一个。没事。姐，你收了，我来吧。你的手机。谢谢。
看一下，想好了，我马上要发了。钟哥，麻烦你帮我跟我姐也拍几张照片吧。姐，我没带手机，你的手机拿来用，我让庄哥帮我们拍几张照。来。拍照，高兴点，相声大一点。钟哥，好了吗？夜华战果如何？照片没问题的话，我先走了。钟哥，等一下。却总差一步到达。你假装笑容无恙。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什么？前几天张阿姨告诉我，暑假的时候你去我家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哎，钟老师，邓大宇你怎么过来了？张阿姨，打扰了，我来找江瑞，我给他打了2次电话没打通。江瑞和齐光出国留学去了呀，他们没跟你说吗？已经过去了。那我不用告诉我姐了，对吗？还有必要吗？明白了。钟老师，再见。今天最后给你们当年保姆，明天就不管你们了。爷，我们离不开你。张轩，你学生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们拍照那个妹子。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你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旭？是。
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怎么不像了？不用都是啊。分手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走。我去中级道。哎，庄，我看到你学长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各位小心！哎！兄弟，没事吧，兄弟？开门。需要帮忙吗？林总，这是我同事，他刚刚被人撞了，麻烦你了。你好，我朋友在高街道偏中段的位置发生了事故，现在昏迷不醒，需要紧急救援。医务室就在滑雪场中心旁边，很近，还是让医生看看吧。我建议你直接去医院看看，拍个 CT， 根除隐患。这么夸张？我建议你听他的，他是神经外科医生。大旭，凯文怎么样了？外伤性脑出血，现在正在做手术。不会有事吧？听着好吓人。怎么弄的呀？被人撞了，及时手术应该会没事。肇事者呢？叫了雅静出去买吃的了。通知凯文的家人了吗？你们谁认识他家里人？我已经问过人事了，人事说会尽快联系到他家人。医生，手术非常成功，脑部血肿基本消除，出血点已经止血。太好了，谢谢医生啊！谢谢医生，谢谢。现在病人呢意识还没有恢复，一会儿呢将转到 ICU 进行监控。24小时内意识恢复了，就彻底脱离危险了。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客气，不客气啊，没背上人命。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接下来啊，我得要说一下。113。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没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和江瑞听说有人在高级道受了伤，被送到这儿，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你跑来这里来找我？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
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我们吓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还好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雷医生，哎呀，你们不要一直谢我。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关于手术，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啊，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操刀的是你们，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受伤的是我同事。是你们？哦，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这世界真小哈。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回头等凯文好了，一定登门道谢。不用了，他恢复健康就好。所以，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自己没事。我没事。那就好。雷主任、林医生，你们去换下衣服吧。哦，林医生，刚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你手机在响。好，我先去换衣服，你们等我一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对对对，没事就行。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对，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等凯文爸妈过来再说。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我也能帮忙跑跑腿。这不好吧？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凯文在 ICU， 人多也没用，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就这样，明天你们回上海，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赶紧吃了回去吧。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他们的每分钟黏在一起。哎，庄，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你好，请问有伞吗？谢谢。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
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看起来就很好吃。冰箱里有的东西，顺便做一下。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可以。酒店的东西吃了，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双哥，你也太厉害了！张阿姨不在的日子，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我姐吃了还拉肚。嘴上自己有东西，我看看。你怎么把我俩公司的事情说出来？这都不能说。当然不能说啊，影响本仙女的形象。双哥早就知道了这。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你也习惯。月啊，快了啊 Kevin， 小庄啊，我和同事们来看看 Kevin。你们总算来了，快来解决无聊的我。哎呦，谢谢，哎呀，你看你们平时都那么忙，周末就应该好好休息，还到医院来干什么？他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本来我们组都是要来的，但是 Justin 和米娅临时要加班，就来不了，说空了再过来。千万别让他们再跑一趟了，开门过2天就能出院了。哎，这次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和天池医院的医生。嵩山这边的医生也说了，当时真的是很凶险，要不是你们大家，我们家 Kevin 可能就……妈，你别哭了，我现在又没什么事儿了。不仅没事儿，我还失忆了。天哪，这只有主角才会失忆的好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孩子。
你真失忆了？不过你看着挺正常的呀，也没不认识我们。也没失忆多少嘛，就是事发前后，长白山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医生说了，这个叫逆行性失忆，急性外膜硬出血，这种症状不少见，没有后遗症啊，就已经是万幸了。哦，对了，当时据说有一位姓林的医生也帮了很多忙，他也是上海的。小庄，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我没有。你或许可以问问天池医院的医生。啊，好，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问。上次心太乱，忘记了。凯凯啊，等你出院以后，我们要好好上门感谢人家的。25床、26床，拿饭了。哎呦，订的饭来了。啊，阿姨，我们来。哦，谢谢啊，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啊。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谁？那个林医生。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魔毯区，他和我学生的姐姐在一起。后来你出事前，他正好也在，你还看见了他，说他是我学生姐姐的追求者。学生姐姐？怎么还有新人物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脑子也太神奇了吧！喂，主辉。庄旭，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行吧，那我跟思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旧人啊。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以后啊，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滚吧你！滚了，我先挂了。喂，庄旭，我们聚会你都不来，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希光都正好在上海。是吗？是啊。算了，下次兄弟单独约喝酒啊。好。哎，我听到了啊，庄说我们还没结束，那必须有下一趴啊 ！Grace， 小寿星你快安排一下呀！我想想，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走，就这么决定了。庄，你去吗？庄。哦，可以啊。走。早知道这么冷，我肯定多穿点儿。嗯。我发现，你自从接了你同学的电话之后，就有点心不在焉的。你是不是想过去啊？你可以过去的，不用管我们。没有。都说月下一起散步是顶级的浪漫，可惜啊，我身边的人却不解风情。Grace， 庄旭，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是。
在长白山问你的时候，你刻意避开了问题，这次却回答得这么爽快，是因为觉察到了我的心意吗？所以，这是一种婉拒。我很抱歉 ，Chris。拜托，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啊？你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不过，为了我的面子，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不要让他们发现。当然。我好像太冲动了，是不是？但这就是我，喜欢干脆利落，心无挂碍地进入新的一年，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但是庄旭，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我不知道你和你学生姐姐之间怎么产生的误会，但是她还没有男朋友。那位林医生只是她的追求者。在长白山山顶的咖啡馆，我和 Kevin 亲耳听见了他和你学生之间的对话。你说什么？是的，你没听错，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你对我起码很诚实，那就祝福你得到心中所爱吧。不过我觉得那位林医生可不好打败，你要加油了。拜托，你们怎么走这么慢？我们都选好座位了，这一排只有4个，你们得坐另一排去了。我随便啊，也可以你和贾斯汀坐到前面去。啊？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啊！又不去了？抱歉。我又错了吗？子木庄人都跑了。是啊 ，Chris， 这什么情况？那位林医生只是他的追求者，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庄旭，你终于来了。周辉，一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不是。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了，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谢谢。庄旭先罚一杯，罚一杯，罚一杯啊！谁让你最晚一个到？你早说来了要喝酒，刚刚我就喊个同城快递了。来，快，干了！好！来，
合适女生给我介绍介绍啊？哥们还没着落的，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哎，庄旭不还单着吗？你急啥？他是主动单身，我是被动单身，能一样吗？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曦光男朋友送她，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我也想尝尝。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呀，得了吧你。干什么呢？就这一会儿也不怕休息。好长一会儿了，好不好？我敬庄旭一个呗。来，快快。哎，庄旭，合起来啊，你们都。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哎，信仰谁点的？我点的，切了。我喝多了，唱不了了。你们这喝了多少啊？当水啊？这次不怪我们，庄旭带的头。我信你个鬼！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是我。难得开心，别管他们。切了，下一首。哎，西瓜，你是不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我来。啊！神奇神奇！我们张大帅哥要唱歌。他不是唱过这首，毕业之前有次去 KTV，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记岔了，是后来有次我们班里的同学。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歌没选对，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我一定就答应。哦呦，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你们笑什么？我认真的。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的对我说“我爱你”，你是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呢？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什么情况？到高潮不唱了？就是。不会了。听说过只会唱高潮的，哪有只会唱前面的？下一首我来，保证把高潮唱完。
我先走了。这么早？得回苏州嘛。好吧，不过下次来上海，可别只加小凤了啊。好，我知道了。那我走了。拜拜，拜拜，拜拜，你注意安全啊，路上小心啊。大家保平安。知道了。拜拜，拜拜，西瓜，拜拜。逆袭光，不在宿舍楼下唱，可不可以？你怎么知道？你元旦的时候没有和李宇森在一起，是吗？为什么骗我？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是吗？我猜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的招聘会，我帮你投了几份简历，都和华亚很近，可是你迟迟不出现。我忍不住打了电话，却一直是关机。我也打过姜瑞的电话，也是关机。后来我回南京去了一趟姜瑞家，张阿姨跟我说你和姜瑞出国留学了。元旦再见到你，你说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之前只是去游学。现在却又有人告诉我，那会儿你们没有在一起。我做错了什么，聂喜光？我可以接受很多理由，但是这样的错过，你不觉得遗憾吗？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确定。你说。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叶柔，她对我说，你们只是不太熟悉的邻居，我才会向你表白。我并没有横刀夺爱的意思。以前我给你发过短信解释，但是你没有回我。请问你收到了吗？收到了，可是我……那我没有遗憾了，我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没有遗憾了。我先下了，请你等下一趟。不
逆袭国，逆袭国，逆袭国，对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已经对你有很多误解，我一直想弥补，我想等到了上海重新开始，我以为一切都来得及，可是你一毕业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不到你，我以为你出国了，我去江瑞家找过你，张阿姨说你出国留学了，逆袭国你说过的，毕业的时候你说过的，你说过大捕头会回来的。 你放开我！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我不该过来自取其辱。我这辈子最怕输，但是聂喜国，我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能怎么输？你觉得我现在疯了是吗？我当然疯了，不然我怎么会忍不住？我会忍住，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要去找你，在长白山，在这里我都忍住了。聂喜国，我一直在忍住。 可是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们元旦的时候没有在一起？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元旦的时候为什么骗你？ 你就不能稍微回忆一下吗？堂堂投行精英，不至于这么健忘吧？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突然这样，但是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请你保持大学校友的距离，不要对我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合时宜。 你现在跟我说不合时宜，一开始不合时宜的不是你吗？明明知道不合适，却那么执着的要挤进我的生活，然后在我投降之后一走了之，直接消失。既然你以前可以不合时宜，我为什么不可以？庄旭，你别骗自己了。找一个人真的就那么难吗？电话打不通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说你对我有误解，你凭什么对我有误解？就因为别人说的话。可是我们相处了那么久，我做过那么多事，说过那么多话，你看不到、听不到吗？凭你的智商、情商，你真的看不明白吗？你只是不想明白，你只是有恃无恐。大葡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但是就算那个时候我懂了，凭什么要我自己回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过。元旦那天就算没有误会，我也会选择他。不是选择。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就不存在选。
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那些传言吧？你放心，不会有人信的。什么传言？OK，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先传出来的，说你们组一起去长白山度假，你和 Kevin 因为 Chris 大打出手 ，Kevin 摔下了雪山，脑出血了，你被迫留在那儿照顾他好几天。放心放心，没有人会当真的，这谣言一点脑子都没有。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人了，谁还敢放心留你在那儿照顾啊？不过，大家都很佩服你呢。佩服？啊，佩服你会抓机会啊！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听说，原来凯文的舅舅是那位。你在他受伤的时候这么照顾他，回头少不了关照你嘛。庄，你这平时看起来也不显山不漏水嘛，怎么消息比我还灵通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埋头工作不如会抓机会。怪不得宋总去投行不只带你呢，咱俩可是一起进的华亚啊！你要是发达了，可别忘了我。这些传言很荒谬，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虽然都是瞎传的，但是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出现？为什么会冲着你来？平时你在工作中跟其他同事相处有什么问题？才让人家认为你不是靠过硬的工作能力取得这样的机会，而是靠钻营人情。好了，你是聪明人，我言尽于此。好了，你还出神干嘛呀？以免有人认为我给你开小灶，去工作吧。谢谢宋总。年轻人还是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最重要，心思纯粹一点，才是正道。庄，对不起，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还连累你被传谣言。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撞。你以后不会疏远我吧？我也是这次谣言的受害者，我明明是靠自己的本事进来的，全都是我靠亲戚，烦死了！你要是因为这个疏远我，我也太冤了。不至于，我们在工作上证明自己就行。你说的对，我们一起加油。凯文，你晚上回去把长白山那个什么事故责任认定书翻出来，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能够澄清下你受伤不是为了我和庄旭大打出手吧？哎，这都什么跟什么？这谣言最早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时间都过那么久了。谁知道？估计早就在传了，现在才传进我们耳朵。庄长得帅，能力又强，估计早就有人红眼病了。其实真的信的人没几个，都知道很离谱，但就是喜欢在背后鬼鬼祟祟的说些话啊，还要再加上一句：“我们知道是假的呀。”好像什么免责声明一样。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红颜祸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的。很难想开，好不好？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肯定会影响我的职业形象的。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我刚刚
听说那个庄旭，到底什么事情？我记得他是投行。哎，别急别急，还有讲那些事儿啊，我待会儿跟你说。行。我算是看明白了，表面越清高的人啊，背地里越会巴结。本来就是啊，不然他能这么快的到投行部来？你们之前还对他赞不绝口呢。其实吧，为拍马屁不寒碜，靠资源也不寒碜，但是还要摆出一副全靠自己本事的样子，那就让人膈应了。最可恨的就是这种谣言你都没法澄清，恶心死了，把我说的跟活盐活水一样。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些，还要说成你被抢，不然造谣成你抢男人，那才是更恶心，更加百口莫辩呢。有色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谣言都不知道要跟我多久，我说想想都觉得很憋屈。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再说一次，我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爱信不信。你不再回来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拜拜，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庄老师，你今天怎么跑我们学校来找我？接到电话我很意外。想找你吃个饭，有空吗？有啊。怎么？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早已没有必要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一笔行业 FOF。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之前。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Chris，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你不会一路上都在挣扎吧？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再见到他。
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也许被收回去了。什么被收回去？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我的箱子居然现在才出来。你们看啥呢？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难为你10几年了还记得。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还是记得。何况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2把刷子。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因为你失忆过。走吧。我是在长白山失忆的，这都10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宫羽光伏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Chris， 你也很厉害。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的被放了2次鸽子的男朋友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好像烟火灿烂，就